这个男人在早年间是身价过亿的京东副总裁，被人们称为国内电子发票第一人，同时还是清华北大的客座教授。而如今他却成为了一个连穿衣服都需要别人帮忙的废人。那么他的一生究竟遭遇了怎样的变故？如今的他又过得怎样呢？本期视频带你走进京东副总裁蔡磊的故事。蔡磊出生在河南商丘，父亲是一名军人，从小就对他进行着严格的管教。他上高中时花2年时间就学完了高中3年的课程，最后还以优越的成绩考上了中央财经大学。上大学的期间，蔡磊父亲突然被检查出肝硬化，为了接受更好的治疗，母亲将父亲转到了北京治疗。他每天下课就往医院跑，和母亲轮流照顾父亲。看着日渐消瘦的父亲，蔡磊十分悉心地照料着。可是父亲还是在47岁时离开了他，这是他第一次经历亲人的离世，也是第一次对死亡有了深刻认识。1999年，蔡磊从中央财经大学毕业，学校给了他一个去基层税务机关工作的名额，在这里他的工资只有3000块钱。中央财经大学毕业的他对此也不是很满足。工作期间，他的女朋友也和他分手了，原因是嫌他工资低了，这让他很受打击，也是让他重新规划起了未来的路。深思熟虑后，他决定投身于商海。蔡磊坚信，只要自己努力拼搏，就一定能够抓住机会，闯出属于自己的那一片天。带着一腔热血投身于商海的蔡磊，究竟能否闯出属于自己的那一片天呢？2003年，他先是在三星集团担任中国总部的税务经理，然后又从三星跳到安利，再跳到万科集团。到了万科的他从事财税管理工作，没多久手里就掌管了万科1200多亿营收，收入和待遇也是翻了几番。就当在万科发展蒸蒸日上的时候，蔡磊却向万科提交了离职申请，从万科跳槽到了刚刚起步的京东，这让大家直呼不理解。那么他为何要选择降薪跳槽呢？在一次发布会上，他告诉记者，互联网行业在未来的发展会十分的迅速，它也必将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。而我也很看好京东的电商模式，抢先入局就能抢占先机，有了先机，往往都能在新时代的舞台上脱颖而出。来到京东，他凭借着自己多年的财务积累和人脉，为京东带来了将近100亿的利润。他的能力让京东老板刮目相看，将京东的财资系统交给了蔡磊，还任命为京东主管税务资金的京东集团副总裁。2013年的时候，他还研发出了中国内地第一张电子发票，荣获电子发票第一人称号。朋友见他40岁还没有对象，便给他介绍了一个女生，也就是如今他的妻子段瑞。段瑞比蔡磊小11岁，也是高学历毕业，有着相匹配的智商，兴趣也差不多。于是见面没几次，蔡磊就向段瑞求了婚。又过了1-2个月，两人便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1年后，两人的爱情结晶也出生了，事业蒸蒸日上，生活幸福美满，一切都在向美好的方向发展。蔡磊自己也很满足如今的现状，可是殊不知厄运已经在慢慢的向他逼近。2018年，蔡磊发现自己的身体好像出了点问题，便抽空与妻子一起来到医院做了检查。检查结果表明他患上渐冻症，而这种病至今都尚未找到医治的方法。蔡磊看见检查报告不敢相信，他接受不了自己患绝症这个事实。蔡磊每天都用高强度的工作麻痹自己，让自己短暂忘记这件事。他向妻子提出了离婚，但是被妻子拒绝了。妻子知道他是不想拖累自己，对他说，有事我们一起扛，你现在要积极配合治疗，最后真没有药那我们就发明药。在妻子的鼓励下，他开始尝试针灸、按摩、进口药等各种治疗方法，可钱花了不少，作用一点没有。住在医院的蔡磊每天都能看见病友去世，却没看见一个人被治愈出院。这时的他反而看开了死亡。他知道特效药的研发时间一般都很漫长，最起码得10几年，按照自己的身体情况肯定是等不到了。尽管如此，他依旧决定还是要研发。他想着，我现在还有时间，就应该做点事，如果我不去做，就没有人愿意去做，因为其他的病人都很悲惨，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影响力上面，他们对于特效药的研发都无能为力。生死看淡的他开始着手于特效药的研发，但是没有公司愿意对这种高风险的项目进行投资，他就决定拿出自己的积蓄创立一家医疗公司。在自己身体好点的时候，就会积极的约谈自己以前的商业伙伴洽谈。他知道商人重利，于是就从发展前景入手去打动他们，告诉他们只要研发成功，那么就是全球唯一的，利润十分可观。但是依旧没有人愿意与他合作，没有人合作，他就自己一人干，自己找专家研究渐冻症。不到1年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投入了几千万的资金。虽然目前依旧没有起色，但是他依旧坚持着，用自己生命最后的时间朝着目标努力着。我们也期待他的目标实现的那一天，为他加油。面对困难，我们不能退缩，我们要敢于面对，不要害怕失败。
蔡磊其实也知道特效药研发是多么困难，甚至可能研发不出来，但是他可能更想让那些患者能在他这里看见希望。蔡磊的故事到这里也结束了，你有什么话想对他说吗？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关注我，为我点赞并转发，你们的支持就是我做出更好视频的动力，谢谢大家。